多功能葫芦，满足你各种需求。用葫芦来达到这个所谓的收腰的功能，我可能会放在房中房。光是葫芦还要记得过火之后放进去，这个能量是加分的。还好用吗？现在还好。我想那个小三应该比较需要去收小四、小五。哦，大部分通常葫芦呢，它除了可以化解这个感情上的问题，还有生病的问题呢。其实呢，水土不服呢，你也可以利用葫芦来化解。葫芦也太好用了，好多功能。貔貅的类型千奇百种，究竟要怎么买才不会受骗上当呢？那是貔貅嘛哈，也太多种了吧！对啊，也有2只脚的，对，还有小叮当版的。因为大家对于貔貅的认识不多，你看起来样子形状是，买回去之后，结果根本不是貔貅，它的身体有没有那个最明显的一个差异？而且貔貅呢，大部分有些都有代表说它咬钱第一块的意思。咬钱第一块耶！对。金洞固然聚财效力强，但假使预算不够，也能利用水晶来开运。究竟要如何发挥各自优点，让你的运势面面俱到呢？恭喜发财，新年快乐！公子有跟去今天出外景到哪里呢？台北地下街，这里应有尽有，要买什么就有什么。对呀，不然你是要买来沙来口啦，或者写成头啊啦，那我这边哦。我们节目要介绍这个吗？没有啦，就开运内裤。哎，对耶。开春就要来好运到啊！话说我们今天要叫人家买东西，要买2手空空，真的2手空空哎！老师嘞？哦，好闪哦！好闪哦！对。天哪！各位观众朋友，老师来发红包了！老师发红包！老师发红包！老师发红包！恭喜新年好！恭喜新年好！是要发红包吗？确定哦。哎，怎么又拿回去啊？钱是要用在刀口上面的。对，我家很多刀口，对，加超多刀口，整组刀具。有的劳力伤财，却买到不适合的开运商品。对。今天我要把金洞一次讲清楚。因为你知道大过年的，大家会拿到很多压岁钱啊、红包钱啊，或者是自己工作上的 bonus， 然后要买一个开运物让自己旺旺。没错。所以老师就要教你怎么选金洞。那汤哥，你要教我们选什么？我今天要教大家呢，就是花小钱，因为阿汤哥最抠嘛，所以呢教大家买一个客家人，所以呢我要教大家呢如何挑选水晶柱还有水晶球，让你来年的运势呢，财运呢、事业运呢、那个桃花运呢可以旺旺来。就粉晶、紫晶那一些就对，教你怎么开运。那谢老师你我要就直接发红包了吗？我要教大家，就是我们这样讲，大家很喜欢这个所谓的开运神兽，对不对？可是不同的开运神兽各自有不同的功能。那我们今天就要教大家怎么样把正确的这个所谓招财神兽放在正确的位置上。而且谢老师还要教一个就是化煞物，因为这边有卖很多化煞物，要怎么买、怎么选、放在哪里。可是你们3位老师拿的钱好像都很少呢。啊，其实钱的多少不是重点，重点是能够买到好东西才重要。如何用最小的钱买到最大的东西？对。好，那我们就先从金洞开始。新春期间，风水团队浩浩荡荡来到台北地下街走春啦。而正如老师说的，钱要花在刀口上，你的开运物以及化煞物买了都没效吗？今天就实地带大家到店家来挑选啦。首先第一站，我们来到的是金洞店。各位小朋友、大朋友，我们要来看金洞喽！阿秋哎，阿秋哎，哇，好帅！哇塞！各位，光是门口这2个，这2根就够调的了，好不好？可是这个是黄水晶吧？对。今天啊，看到水晶，仿佛看到了一座一座的财神庙啊。我们说高1寸为山，低1寸为水，高1寸为阳，低1寸为阴。你不要看它只是一个金洞，它是具有能量，就像一座宝山的金洞。那金洞呢，买得好放错地方等于零，买得不好又放到不好的地方等于零下加零。今天告诉大家如何去选择，就是一个负指数的意思。今天教大家如何找到好的金洞，放对位置，如何来提升自己的爱情事业，非常重要。金洞就是这2个的金洞。应该这里面的也都是金洞。我先解释一下，金洞重点是很多人居家有这个财位空的问题。
对，又不希望补木板，也不希望隔起来压到窗子，或者说有的人的财位没有，那么叫做创造财位的金洞，它仿佛是一个保险箱，以前人们保险箱，这个风水的保险箱跟保管箱，站在书桌放在这个客厅都是一个财神庙，当然财神庙有高档的，有普通档的，也有比较低档的，除了能够补居家风水的破洞以外，也能够创造一个磁场，创造我们所说的一个财位。那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金洞所有的金洞都是紫色的。啊，这两个假的哦，这两个不是紫色的呀，对，金黄色的呀。它们不是假的，因为它们经过高温雷射处理完之后，才变成黄色的。哦，那本身黄色有带不同的意义，做业务的土金相生。由于每个人的生肖跟他的工作不一样，会特别选择黄色的。黄土代表房地产做业务，你外面有偏财的，或东奔西跑的人，跟爱不完。那么这个情况下，他就会选择米色的金洞。哦。那一般人说，老师，我只想安定我的磁场，帮助我睡眠，稳定我的爱情。那么居家就是紫色的哦。像这就是。啊，我还有爱心型的哇，好漂亮哎。好漂亮啊！你看，还有哇，老师，怎样？哎，怎样？就70几万而已嘛，没什么。太丢脸。欣赏，人有梦最美，好不好？先欣赏吧，好不好？有梦最美，对，好不好？这就是我要问的啊，因为你看有大的、小的，价钱差那么多，那当然我要看我的预算啊。那这次大的跟小的的那个能量有没有影响呢？如果说我家里比较大一点点，然后要补的地方比较大一点点，然后明明我就是需要摆到这个 size， 可是我明明我只能付他10分1滴的钱买了小的，可以吗？对，那它本身就是一座宝山。对。那好坏就像买玉镯一样，买钻石一样的，也有10万块的钻石，也有100万的钻石，量力而为。但它金洞永远还是金洞，只是颜色的深浅跟它的颗粒大小不一。那很多人会去喷这个水，因为金洞本身内部就是有水，借由这个水的能量呢，让它能更加活化，更加保持它原来的生命力跟特性。那颗粒大小会影响能量吗？哦，当然了，深色代表它就是能量越强，代表它所造成的一个力量会更大。所以其实越深颜色，它是价钱会越贵。越贵的，对对对。所以你第一看金洞，如果没有预算方面问题考量的话，第一看金洞就是看它颜色。颜色，还有第二个颗粒的大小，要大颗，对，越大颗越好哈。重点来喽，还有的金洞哦，本身有长形的。因为金洞只有紫色跟黄色的，所以我只能用它的外形。所以它的形状有很多啊，像这个长形的，有三角形的，有圆形的，椭圆形。中国的风水讲求一个峦头，峦头就是山的意思，山形。有的山形很高，直直的，跟一个木头一样的，我们称它为木形山。那么这个木形呢，对于我们说等待、期待、课业，还有我们说的一些属木的生肖人，绝对加分。每次这样就是弄完，然后退回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点尴尬吗？不会，有点虚。所以老虎跟兔子，尤其是选长方形木型更加分。好，属老虎、属兔子的选长方形，它本身就是加分了。第二就是我们说那边不看三角形的，有三角形的，三角形的，尖尖的，属蛇跟属这个马是属于三角形的。三角代表激烈、热情、横财，还有外出的奔波。相关的工作比较有冲突性的三角形的，我们以职业跟生肖来帮你选择金洞的一个判断。好，所以当然是加分。属马、属蛇的，或者是你常常跑业务在外面奔波的人，就选三角形。对，其次有个半圆形的，有上圆下平的，对，属于金，属鸡跟属猴的叫做金金相生。那么金融界、银行家、从商的，希望财源滚滚。你不能选一个长长的木的，或尖尖的火的，有时候没办法和气生财。用这个金洞的形，那么我的财山宝山作为一个财源滚滚的一个考量。好，还有不好意思，有人在问说属方的呢，平平的呢？这后面这个方，方的对，这个属于方形的，扁扁平平的。这高的属于木的，扁横的叫做土的。房地产、中介、不动产或跟土地相关事业的都非常加分。属龙、属狗、属羊、属牛，对这个牛啊，乱比的，乱比的。他会记得我们生肖才会。我记得他属龙，好，你属狗，
的头啦，老鼠，狗的下面2个老鼠。一个方形的，方形的代表憨厚、等待、沉着、执着、冷静，比较属于承受大地压力的土型，那么也非常的旺。当然要记得放在客厅、书房都很加分，尤其金洞不代表神明，它是唯一可以放在卧室，没有神的忌讳的一个摆设。最后一个没有讲，就属于我们说的水，不规则状的金洞或圆形的金洞，那么属水的，那么属猪跟属这个老鼠，适合选这种水型的金洞。水代表柔情，代表含蓄，代表谦和，也代表我们说的待人宽和的意思，不与人冲突。那么尤其是你从事跟水有关的工作，不胜枚举，那么也是代表加分的。那其实一般观众如果想要聚财气的话呢，其实金洞你可以把这个肚子呢买那种深一点的。如果你财库比较薄的，就买深一点的。深很深的，就是好像深不见底的财库一样。有那种像那种恐龙的那种深的那种感觉。哦，像那种比较可以聚财气。挑选金洞还真的是一门学问，颜色和凹槽越深，以及颗粒越大，等级越高，并且定期喷水，可以增加能量。长条形的金洞属木，适合生肖属虎、兔的人摆放；三角形金洞属火，适合生肖属蛇、马以及从事业务工作性质的人；圆形金洞属金，适合生肖属猴、鸡或经商的人摆放；方形的金洞属土，适合生肖属龙、羊、狗、牛及从事房地产的人摆放；而不规则形的金洞属水，适合生肖属猪、鼠或从事渔业的人摆放哦。除此之外，同是水晶的黑曜石和金柱可以拿来做什么用呢？以前有听过人家带那个黑曜石是要吸取坏的能量，可以消磁。那你回去是不是就给它放在这边就可以消磁？对，可以消磁。哎，有这边有，哇，很漂亮啊！水晶是具有记忆的功能，它像磁碟一样，它会吸收我们人磁场啊，就是说你的好跟坏，会吸收在水晶上面。那如果说你今天一般要消磁的作用的话，你的金洞想要找大一点的、深一点的，最起码要5公斤以上的，才具有这种力量。会不会说你丢进去消磁就再也捞不回来了？哎，不会，对，有时候因为像这种黑曜石啊，它本身来讲是吸取负面能量最有效的，所以一般我们中国人要化煞制煞呢，都会以黑色为主。对，所以像有时候在做一些法的时候呢，他会用黑色为那个旗令。然后呢，像这种的话，就是说黑曜石，你想要辟邪啊、除晦气的话，就可以带这种的。那我们就现在接下来这2块就对了。这样可以啦。一般人如果没有办法买得起的话，我们也可以用水晶来代替啊。对，那堂哥你要带我们去看水晶。对，带大家去看比较小气一点的地方。走，好，谢谢。大班来，老板，谢谢。水晶鉴定法则，各种运势一手掌握。多功能葫芦满足你各种需求。用葫芦来达到这个所谓的收腰的功能，我可能会放在房中房。光的葫芦还记得过火之后放进去，这个能量是加分的。还想用吗？现在还好。我想那个小三应该比较需要去收小4、小5。大部分通常葫芦呢，它除了可以化解这个感情上的问题，还有生病的问题呢。其实呢，水土不服呢，你也可以利用葫芦来化解。葫芦也太好用了，好多功能。如果你没有预算买金洞，阿汤哥马上教你怎么用水晶球开运哦。接下来呢，带大家来看呢水晶柱啊跟水晶球怎么用。对，其实你说水晶柱跟水晶球怎么看？对，依你的个性，你看这一张就好了。没错，就是要来大家挑便宜哦，5折啊！哇，也太多了吧！没错，所以琳琅满目的这些水晶球啊、水晶柱呢，张老师，你只有讲白色的吗？对，粉色的水晶柱我一定看过。是，所以说呢，其实水晶柱任何水晶都可以把它做成柱体形状的，因为它必须可以去磨。那有些是天然的样子，但是大部分呢我们是磨。那其实呢，一般柱体我们刚刚讲哦，柱就是有顶天立地的效果。如果说你今天有遇到一些运势上的障碍啊，不论是感情上的障碍，或者是说你事业上的障碍等等的，你都可以用柱来破除这个障碍。那我考你们哦，其实呢，我们之前那个天姐有说过啊，她念求桃花，她用了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流传之后呢，后来那个都忘记了，东西我真的比较贵啊。对啊，在那边裂开了。像这一颗，它不是，它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这算是。其实不算，因为其实很多的水晶球呢，它都有所谓的那个隐物，还有并裂纹，那个是正常的。除非说你摸起来真的是有那种刻痕，哎，有裂痕的。哦，所以如果它是在里面的有这个刻痕是没有关系的。对，就像我们这个鱼尾纹一样，这是纹。是。那我这里有个疤，你看到吗？我这是受伤的。你要去那个啊，做微整形。对啊。所以那变成我们的这个颜色，白色的，你们是说是顶天立地？对，一般我们要提升地气的话，会用白水晶。那粉色的呢？粉色的话，就是说，一般我们讲这个是粉晶球嘛，对不对？对。粉晶球的话，你就是要祈求你的感情圆满的话，你就用圆球的。如果说你的感情呢烂桃花特别多，但是呢你又不想把桃花斩掉，啊，你想要把它变成好的，那我们就用这个水晶柱。你说那个男生他就会变好，他说其实老公遇到什么问题，你就可以让一步晴天。对，如果老公要买大金是有些影集啊，对。所以有时候老公呢，他可能外面呢很多的那个小三的问题，但是你如果老公又是做业务的，你又希望他人缘桃花不要断，那你可以用柱的方式呢，把它给去除这个障碍，然后但是还保持着好人缘。那还有一种，还有紫色的水晶柱。对，其实呢，一般粉水晶呢，招的是属于那个桃花方面的，然后这个呢是招正缘。紫色是招正缘，是什么区别呢？例如说你要工作上的人缘，你要开智慧，你就用紫色的；如果你是要感情，男女之间情爱的，就用粉红色的。因为相传呢，红鸾星就是一颗粉红色的星，所以他就用粉水晶来代表哦，粉色、红色都算。那老师不好意思哦，因为这个就是比较粗但比较短，对，那这个是比较，所以是个人喜好选，对，就看是依照老公来选吗？看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 size， 那可能两个都要买哦。不一定，就看你觉得哪一个比较符合你的需求，喜欢的价钱呢？价钱。不是啊，如果说它价钱一样，我们是要选比较尖的，还是比较短的，还是这？对啊，就是它的功能上面。好，没错。其实呢，水晶呢一定是看它的大小，大小呢越大能量越强。所以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当然这个抽了哈，然后它的那个力量会比较大，能量会比较强。所以你一般来看到很多的水晶啊，不管是任何颜色，它都有不同的功效。例如说我们常讲葫芦啊，这个的话就是一个黑曜石的葫芦。哦，对，是因为黑曜石，你说是它比较属于可以就是吸收负能量。负能量，例如说你今天犯小人啊，或者说你可能家里有点邪气啊，你都可以把这个黑曜石的水晶葫芦呢放在你进门玄关的位置，等于说帮你化解小人的问题。这我们第一次看到哎，我没有看过黑曜石的葫芦。谢老师，那这个你可以放在那个罩上面吗？通常放在罩上，大部分用真的葫芦为主，因为它要收病气嘛。那另外还有一点比较特殊的地方，应该是说柱状水晶跟球状水晶里头，它的比较有一点点差异，就是说柱状的水晶大部分跟权力比较有关。那大部分如果不是因为背后无靠的话，那我来代替或者要顶梁的话，那通常我比较会放在左手边。那么球形的圆形的水晶，因为它以求财为主，所以大部分呢是放在右手边比较多。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有时候如果说我们两边要放要有点高低的时候，可是比如说我要求爱情运，那我们刚才提到，我如果水晶柱有高有低，有大有小，那通常呢，如果我希望女孩子比较希望权力上面比较能够老公比较听我的话，那我就会稍微放高一点点，大一点点。就是说想要御夫的话，你可以选择比较大的。对，两边稍微比较一下，有一点差异。那密宗里有个金刚杵，有没有？对，这种锥状、尖状的哈，对，就像凶器一样的，它本身就是带把刀的意思，包装很漂亮的刀。所以在密宗里头，九宫杵是圆的，代表祈福圆满、顺利的意思。金刚杵是带针状的、刺状的，所以它具有制煞作用。柱有个谐音，停住、守住、留住，有一种刹车的作用在，所以有这个话语在。这边我看到这个比较好奇的是，这个是什么啊？这是那个狐狸。那为什么要做成黑曜石？一般来讲，狐狸有把它做成粉晶的啦，粉水晶。那狐狸来讲的话，如果你做黑曜石，表示就是说你要去除烂桃花的部分。那这是求桃花，这是去烂桃花。那如果我各放一个，或者它会不会乱掉？基本上我们比较贪心，任何的运势呢，你要先针对你目前的需求去做。水晶的形状是有分功能的哦，代表掌权的是柱状水晶，可以放龙边或虎边；而代表招财的球状水晶，宜放虎边。
另外，黑曜石葫芦放在玄关可防小人，而黑曜石狐狸摆在床头可防烂桃花哦。而接下来，阿汤哥还要教你怎么利用金柱，让别人顺从你的意。那此外，我教大家一个小秘法，就是说像这种水晶柱有没有？你去外面买这种水晶柱啊，那其实呢，如果你要让你的小孩或老公呢非常的听话，对，然后有时候你觉得这个小孩很难教，老公都不听，然后讲什么都是说东往西，那你就准备小孩或老公的一件衣服，穿过的衣服，然后用红纸呢写上他的姓名跟生日，然后写完之后呢，把它压在这上面。哦，这是红包，然后那个衣服这样压着，那放在哪里呢？放在他睡觉的床底下的地方，这样他就可以让你乖乖的听话。老公跟小孩会发现吗？就是要偷偷的做。所谓的秘法就是密不可说，就是你做了不要讲。不过后面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发财树，对，是要怎么挑呢？哦，好。发财树来讲的话呢，一般来讲有分那种五行啊，还有粉水晶，还有那种黄水晶的哦。对。那其实呢，任何一样水晶就是以粉色，粉红水晶呢就是桃花，然后紫水晶呢跟智慧、跟正缘桃花有关系。然后呢，白水晶呢，它跟你的权力象征有关系，破除一些违缘。黑色我们讲去邪气，那黄色就是招财。那有一个不是？对，这就是五行水晶树。五行就是五行圆满，五运圆满，代表五路财神到你家。那树的形状呢？树的五行属木，代表呢草木欣欣向荣，代表呢这个运势可以扶摇直上的意思。所以看你的需求怎样求财，你就直接用黄金的发财树就可以了。是。水晶这门课你得到学分了吗？一般水晶的形状有分成柱状和球状，而不管是哪种形状的水晶，都是以颜色来区分用途。例如，粉晶代表求姻缘，紫水晶代表开智慧，白水晶代表权力和制煞，黑水晶可以用来辟邪，而黄水晶可以拿来招财哦。而看完水晶之后，接下来谢老师要来带我们寻找开运物啦。这个吗？这个吗？对对对，因为我们接下来看的就是招财跟制煞的这个物品。哦。对，像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这边这个所谓的葫芦哦。葫芦，这老师最爱啊。葫芦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的收腰和这个治病的功能？对。那当然，基本上如果你要做收丹药的话，我们治病的话，那要收病气。所以你没有开口，没有办法收起来的话，那这个病气有时候你收进来，等于又放出去了嘛。那第二个来说的话，像比如说我们所谓的另外一个角度里头，在古代来说，认为外面的这个我们常有人称之为狐狸精嘛，对不对？谁？小三、小五，对吗？我们有说啊，是不是能够让这个部分能够做调整？因此。用葫芦来达到这个所谓的收腰的功能。怎么收？这个我们一定要学。所以请问一下，对啊，我一直很好奇，说你们说怎么收，就是拿了就说，李佩珍进来，不要这样吗？怎么收？哦，一般来说，记得就是说，它可能要放在我们比如说我们房中房的位置。如果是所谓我们要调整这个所谓房中房的问题的话，我可能会放在房中房。但是观众朋友要记得，如果你是因为身体不好要调整病气的话，你要放在比如说厕所面对我冲到的地方，或者墙壁切到我对到的地方。那如果都没有办法摆放的时候，那至少你要放在床头的位置哦。哦，会不会自己被收进去啊？一般来说，除非你自己就是小三，要不然不太可能的。可是即使是小三，他也不是整个真的被收进去啊。对啦，其实讲真话是这样。所以我比较好奇，就是说。如果是正宫大老婆，她知道老公已经有小三了，对，她要怎么做？大部分来说哈，报警。这个因为我们这样讲哦，你要放在那个所谓的我们的所谓的房中房的位置，但是一定要有房中房啊。如果没有房中，如果没有房中房没关系，在外面花天酒地什么的。如果没有房中房，我觉得你好像有点是在关心我吗？没有啊，我只是就是很想知道，因为也帮大家问一问，因为在很多的大老婆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啊。你不想知道吗？你想用吗？现在还好。对啊，我想有些真的不是房中房的问题。我想那个小三应该比较需要去收小四、小五。哦，大部分情况好，大部分所谓的房中房葫芦要记得，如果当你没有这个所谓的房中房的问题的时候，麻烦请你放在。没房中房状况下，如何破解外遇问题呢？貔貅麒麟傻傻分不清，这回别再买错啦！
这是貔貅嘛哈？对太多种了吧？也有2只脚的，对还有小叮当版的。因为大家对于貔貅的认识不多，你看起来样子形状是，买回去之后，结果根本不是貔貅，它的身体有没有那个最明显的一个差异？而且貔貅呢，大部分有些都有，代表说它咬钱第一块的意思。咬钱第一块耶。对。我要记得，如果当你没有这个所谓的防撞房的问题的时候，麻烦请你放在先生睡的那个床的那个床边。啊，当然如果说万一真的是太太有的话，那就麻烦请你放在太太睡的那一边。那也太容易被发现了吧？老公睡那边发现，哎，会床头柜那边要捡人。不会啊，如果是粘在那个床头板后面的话，是啊，应该不会发现。还有人可能放在这个床底下的都有呢。那基本上，光是葫芦还要记得白盐，白米，对，还有天炉的白灰。那过完炉之后，过火之后放进去，这个能量是加分的。白灰是什么？白灰不是槟榔，白灰那是酒灰啦。拜那个天炉的会放进去。其实葫芦呢，它除了可以化解这个感情上的问题，还有生病的问题呢。其实呢，我们常知道开学嘛，过完年就会开学。对。那其实很多人会搬家，或者说他换宿舍，会有那种水土不服的问题。其实呢，水土不服呢，你也可以利用葫芦来化解。例如说呢，水土不服，就说你在外地，你可以呢拿家乡的一把土，然后放到那个葫芦里面，然后放家里的水，把它倒进去，然后让这个呢葫芦呢让它带去学校，或者是说异地，就说异乡，这可以帮助它呢，就是说化解水土不服所造成的一个运势上影响。是，一定要放在葫芦里，它可以就是带一包土就好了。如果你觉得葫芦不方便的话呢，你就是把它装红包袋里面，然后那个家乡的水呢，就是用一个小小的一个瓶子装起来。放在那个红包袋塞进去。家乡的水大概很好取，应该是水龙头。家里的水龙头，家里的水，但是家里哪来的土啊？例如说你家里附近啊，公园啊哪里的可以。附近的土。中国人说你葫芦的卖什么药？为什么要取葫芦？它就是药盒、药罐的意思，对，收服的意思。那葫芦可以招财吗？葫芦可以啊，有时候你破财的时候，你可以在葫芦放一个五色水晶。其实五色水晶呢，在这边一品店呢都有卖。例如说这个地方呢，五色水晶你坊间买的大部分就是这样子，都帮你配好哦。对啊，有绿色，然后紫色、黄色、白色跟黑色，这就是五色水晶。其实外面它的市场上呢，它都帮你包装好了。然后如果你要求财呢，要招财就放五色水晶；要生小孩求子的话，就放五色豆。没错，一个葫芦加上盖子，就能让你满足各种运势，不但可以招财、求子、化煞，竟然还可以防止水土不服。只要将家乡的土和水装进葫芦里，就能够化解喽。而如果要防止外遇，可以将葫芦装盐、米、香灰，摆在房中房或外遇者睡的那一头，就能让小三退散啦。另外，摆在床头也可以去除病气哦。而除了葫芦，龙龟的功用也让人大为惊奇。究竟要摆在哪里才好呢？很多大部分脚底下有这个随着钱币的这个龙龟，在中国古代它是镇守国库财库的一个这个龙龟。所以呢，你仔细看一下大概我们其实在历史上面有记载的那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商朝的时候，商纣的时候呢，当时商朝的国运就是用龙龟镇守。所以他们当时说，这个龙龟如果死掉的话，代表整个商朝就会灭亡。衍生到缩小的时候呢，那么龙龟就会镇守在家里的这个所谓财库位置。所以呢，大部分大家龙龟的位置大部分会在比较后面。所以大家仔细想一想，我们民间里头说法里头，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什么叫玄武？就是龙龟。对，放在家里面的越里面越好。对。所以那它的头到底是要往内吗？其实一般来说，如果观众朋友你有龙龟的话，脚下有彩钱的平行的方向，只要不对着门口，其实都可以。好，记得龙龟的脚下有彩钱的，有彩钱的，有彩钱的，不要往屋外。对，平行的往屋内都可以，但是就是不能朝大门。那你的是没有彩钱的？都有，今天的我今天都有彩钱。
那另外一种就当然我们常见就是所谓的没有采钱的这个龙龟哈，龙龟基本上还是一样是在这个屋后的位置，那只是不同的地方。如果我要它招财的话，那可能它本身身上就没有钱了。对，哦，因为它没有钱，所以要出去外面咬，所以如果没有采钱的龙龟头就要往外。那老师还有一种是这个背上是这一种。然后呢，有一个背上是乌龟，还有一个背上什么都没有的，是一个八卦的形状。对，其实八卦是化煞的，然后呢，上面这个火，它是一个模拟宝，它是一个镇守财库的意思。然后龟的这个是带财，因为它带小孩子，带子。你刚刚是说龟龙这个龙龟头，对，就是上面还有小乌龟的，是什么的？就是那个带子的乌龟，带子乌龟。所以呢，其实像一般我们讲说，今年是马年嘛，马年都是犯太岁的一个方位。其实我们一般都会去庙里安太岁，就是生肖属马、老鼠、还有兔、还有鸡都是犯太岁的生肖。那其实呢，龙龟呢，你也可以在家里呢帮自己安太岁。因为相传呢，龙龟呢就是制服太岁最好的宝物。是哦。所以呢，你可以放在今年的正南方跟正北方，然后上面也是一样用红纸呢写上，如果说你有犯太岁，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它压上去，放在这2个方位呢，就可以帮自己安太岁了。所以如果有犯太岁的人，他就今年可以这么做，可以这么做。哇，原来它的龟壳上面有这么多的选择。对，节目中时常介绍的龙龟，今天一次说清楚啦。有采钱的移向屋内摆，没采钱的移向屋外摆。而有背小乌龟的代表招财，而龟壳为八卦的代表化煞。如果放在家里的正南方或正北方，则可安马年的太岁哦。请往前稍微看一下，前面有没有鸡有蛋的跟没有蛋的？对啊。如果你有蛋的，头要朝外，那么它的鸡的这个尾巴、屁股这边要朝内。为什么？它要啄外面的米进来，那你蛋要下给主人。那相反的，如果是我们讲说你要用鸡来带财的话，那么鸡一般的没有蛋的这个鸡，那么基本上来说，它就可以把财带进来，头就可以朝内。要不然的话，屁股要对门口啊。其实没有什么对，一般来说它比较好运，对，没有太大的。像有的居家外面有这个电线杆啊，或者电缆线啊，你家需要对，头就是这就是一个电缆线，有没有哈？就用这个叫蜈蚣煞，对，我们就用鸡。那会不会电到？不会，因为假设他是蜈蚣，他看到鸡就会怕。蜈蚣看到鸡就怕，看到鸡就怕。以这方式以形来克形的意思。所以今天桌上有很多我们没看过的。对，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考老师好不好？这个，哦，厉害，对不对？这个就是马上发财啊。对，这个马上发财的意思有没有哈？它有个谐音的意思，但它结合我们的成语哈。马上。第二个，这个厉害了。哎，老师，请问一下，它这个是每一年哪一年不一样都要换？通常我们在每一年的12月24号清晨的时候再过火一次，好像说这个钱神啊、属神啊这些来帮我们加持的意思。这就是钱属。对，大概怎么念？机器。不是。台语啊。钱属，属钱，钱属。数钱嘛，它就是有数钱的作用。台语啊，台语就是机器，就是。不过它这个马上发呢，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意涵，就是说，今天有看到有一个马是有这样卡狗背的，有没有？那有一些的马呢是4只脚呢都朝地的，对，所以是有分哦。如果说你是做业务同仁的话，你要出去赚钱，一定要脚有点扬起来的，就是快要出发去，对，有点万马奔腾的意涵。那这个呢，就是要家里摆的，要咬钱进来，要稳稳的进来，所以4只脚要朝地。那这个是往里面，这个是当然尽量不要赌博，10赌9输有没有？这个话是苍蝇，马上赢啊，对，马上赢哦，马上赢。那针对这个，有的人说老师，我有时候赌博输了哈，水牛叫扭转乾坤，这真的是哈，扭转乾坤，赌博真的改不了啊，就摆这个，就摆这个，放铜板啦，或放钱叫扭转乾坤，需要转败为胜的意思。所以我在打麻将打到一半的时候说，哎，不好意思，我现在输在正口，我现在要来扭转。有人会这样子，备而不用，是不是？备而不用，备而不用，对了，哎，好，哎，这个什么？老虎啊，老虎。你去台湾话什么叫富有？少年派，不是，侯牙，虎爷，虎爷啊，在泰国很多人用红线绑在这边，咬钱。哦，真的很好，这样可以骗大家说你这是你一只的那个手表。所以虎爷要接地气，天龙地虎，这不能放高高的哦，要放在神案的下面。有些人拜的话，店家拜的话，侯牙拜侯牙，都是侯牙，就三角，还有沙。
沙咖，沙咖哦，沙咖就是龙王的儿子，有个就是三角蟾蜍，他什么会吐钱。貔貅是咬金什么？咬金吧，吐钱。所以有人说白天去咬，晚上转回来吐钱的意思。那当然财库啦，或大门口或桌上，或是保险箱上面。好。这个大家开心的不得了。还有一个错旅行是什么？很莫这个是昂姐，对，螃蟹。对，螃蟹来讲的话呢，其实一般过年期间大家会小赌怡情，有没有？或是大家喜欢那个过年乐透的加码。对。所以呢，大家都想要发横财，所以螃蟹呢就是帮你招横财的意思。那要放哪里？这个就是帮财位。有例如说，关通哥家就有只超大的雪场蟹。对啊。好啊，老师，那请问一下，这又是什么？那个是鳌。我们不是讲独占鳌头吗？那么一般来说有一句话说鲤鱼跃龙门，对不对？如果鲤鱼跃过龙门之后，它就变成龙了。可是如果它只跳过头过去，身体还没过去，是花木兰里面那一只吗？很像啊。对啊，但是它如果只有头过去，身体还没过去的时候，就变成所谓的鳌，龙头鱼身。我们不是有所谓的独占鳌头吗？对，所以基本上这个要注意。第二个是观众朋友特别记得哦，龙尽量身体要拉长，这个代表我们有伸展的意思。如果你的龙是卷曲的话，对，卷曲的话，尽量不要放在这个所谓的家里对。尤其是家里龙边碰壁的话呢，就可以摆一只龙。那尤其龙有分3爪跟5爪的哦。那5爪是皇帝用的，所以一般家里的气场可能不够，一般是在庙里面啊，那个爪才是5爪的。家里的话可以放3爪。我们放3爪龙就可以。对，3爪。OK。这么多的动物型摆饰，以招财为主的有金鸡母、马上发财、钱鼠以及三角蟾蜍，而招偏财的有螃蟹。除此之外，居家摆的龙不宜卷曲，也不宜放5爪的哦。貔貅哦，就是貔貅嘛哈，也太多种了吧？然后什么？貔貅多到眼花缭乱，正确区分好运来。就是貔貅嘛哈，也太多种了吧？然后什么？我只要一来，我说我要买貔貅，然后他搬出这10种，我真的要生气。因为这2种，因为我不会选啊。因为这2种是我们平常看到，就是一个左脚一个右脚，对，它是也有2只脚的，对，还有小叮当版的，水晶版的，水晶，然后还有这个 bling bling， 哎，我们送彩华姐这个好了啦，对，彩华姐一定很爱这镶钻。然后还有这上面这个不同颜色的，对，到底是怎么选呢？最早期的这个貔貅哈，我们常见的大部分是铜制，所以像这一种有没有看到？经典款比较特别，对，这个一般来说，我们可能比较常见这一类的貔貅，对，这一种的比较少见，这个是最早期的这个所谓的貔貅的款式。那当然，基本上来说，必须这样讲，就是说它慢慢会有一些演变，除了材质各自不同以外，那其实形状还有这个我们讲说，可能姿势也各自有异。不过它功能是一样的吗？对，功能是一样的，都一样，不管它长怎样就对了。貔貅倒是这样的，我们虽然摸它，有一个地方不能摸。就是它的鼻子跟嘴巴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它咬钱啊。那你特别去摸它的这个嘴巴，它这个我们讲有点受到影响。第二个不能摸眼睛，因为它要看到这个钱，你要让它眼睛雪亮的去看到钱，所以眼睛不能摸。那么这个嘴巴不能摸。而且貔貅呢，大部分有些都有翅膀哦，因为翅膀就是飞天貔貅，代表说它咬钱第一块的意思。所以说呢，所以那个飞天貔貅的话，就是说它的翅膀讲就对了，对，它钱第一块耶。对，因为它是属于天子嘛，因为太骄傲，所以才被打入凡间，所以它就有翅膀。那貔貅来讲的话呢，平常记得要咬钱。那有些像貔貅，它有些会做铃铛，有些没有做。那你要记得，如果它没有做铃铛的话，你绑一个铃铛给它，然后呢，平常要出门的时候就这样逗弄它一下，亮一下，提醒它呢就去那个咬钱，逗弄它一下。你就爱生气嘛，你就爱睡觉，一定要摸它，它要睡着的钱来不来了。逗猫棒就好了。逗猫棒给它扭2下，一摸事业顺心，2摸财源滚滚，3摸也是我们说的平步青云。了解。所以就是一定要摸它，反正就是摸它，但是不要摸它的眼睛、嘴巴就对了。但是虽然老师你们刚刚讲说貔貅好像
就是对大同小异，可是应该也是会买到错误的貔貅吧？因为最主要是因为大家对貔貅的认识不多，所以有时候呢，你看起来样子形状是好像貔貅的样子，但是你其实后来发现买回去之后，结果根本不是它是麒麟。对，对，很多人误认。那第二个一般来说的话，貔貅我们刚才提到，有的呢是中间是空心的，有的是实心的。那空心的这个貔貅，大部分呢，这个就要看主人。比如说，它有时候它在里面，它可以多放什么呢？可以放所谓的五色豆，或五色石，象征把东西南北中五路五方的财都聚在它的家里头来。而且因为貔貅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只进不出嘛，所以你里面装的越满，那象征这个讲说五路五方的财都能够进到它的家。所以有没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是我一进去，我可以立刻分辨什么是貔貅，什么是麒麟？一般来说，观众朋友可能要稍微记一下，就是说，通常它龙的头，应该这样讲，它的身体有没有鳞片，那个是最明显的一个差异。有鳞片的，我们叫麒麟。这个啦，所以这就是麒麟。其实这样看起来它们差蛮多的啊。它的这个身上面的鳞片是最明显的一个标志，一个区别。对。最主要是它有那个啦，山羊胡，它没有。它有有啊，但是我觉得认翅膀，反正那个貔貅就是飞天貔貅，咬前第一块，而且是不是貔貅的脸才会左右啊？它没有，因为我们这样差异性这样讲貔貅在古代记载它是短毛兽，它是短毛兽，它不是跟那个鱼鳞的鳞片是不同的观众朋友们，面对貔貅的挑选，别再惊慌啦！没有鳞片的是貔貅，而有鳞片的则是麒麟。而貔貅不论材质大小，功能都一样。如果给它挂铃铛，每天摸3次，可以带财进来。但切记，千万不要摸鼻子、嘴巴和眼睛哦。而讲完了开运物，接下来要教你怎么画煞啦。而且麒麟，老师上次有讲过，麒麟有的有采八卦，有的没采八卦，放法也不一样，对不对？对，我们一般来说如果它脚上有采八卦的话，大部分我们可以放在这个所谓的瓦斯炉的上方，或者是梁的上方。那大部分来说的话呢，我们讲说麒麟化3煞，3种不同的煞气，以梁柱、火焰，就是我们讲说瓦斯炉，可能预防这个家里头发生火灾或什么。然后第3个就是动土煞，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外面如果有人工地动土的时候，后土弄刚好位置在5黄位的时候，会对家里产生灾难。那么只要麒麟对着它来摆放的话，其实在中国古代来说有化煞的功能。好，老师现在为大家来演奏一曲。有什么事吗，老师？这就是箫。吹假笛，干嘛吹假箫？因为我们说箫的跟消失的音一样，谐音的意思。笑，就是说把那个梁的煞气消失的意思。所以绑上红线挂在房中针，或者柱子太大，或者梁的话，就有消除的作用。就是消失，让它消失的意思。但是我个人真的觉得。欲盖弥彰，画了这个箫上去，告诉大家这里有风中针，这里有梁，对啊，就会更明显。一般来讲，梁的话，我们常讲顶天弥勒佛，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顶天立地的弥勒佛，就他双手是朝天的，所以很多人说他这是去哪里买啊？其实到这样的地下街都可以找得到，可以找得到。对，那顶天的话就是把你的梁把它顶起来。如果你觉得白水晶柱不好看，或者你真的喜欢弥勒佛，就用这种方式。也是，不然自己选自己的喜好。对，水晶柱、顶天弥勒佛都可以。对，任何东西都可以画煞。那老师手上的是八卦镜，它有很多种第一种是平面，还有凸面跟凹面3种。一般来说，平面镜大部分是反射效果比较多凸面镜它在古代来说属于斗法使用的，所以以前人家我们这个跟这个照妖镜类似，也就是说应该是这样讲，我某个法师跟某个法师斗法的时候，他可能会用这个把煞气集中，然后打回去给对方。
有时候十字路口为了安全也是会放对，把你的车子放得很大。第3种就是凹面的哈，凹面的八卦镜，观众朋友要特别记得哦。其实它的卦象上八卦的卦象是不一样的哦，因为我们凹面的八卦镜大部分是收妖要用的，所以以前的照妖镜让这个妖怪看到他自己会害怕。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古代来说，这些都是属于化煞的物品。那我们一般人是不是就用平面就好了？对，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如果你在使用的时候，以平面的镜面为主，尽量不要用凸面的哈，因为它有点反射回去。所以我们常看到有时候这一家还用凸面打回去到对面，就过几天以后换对面。他又放了一个凸面镜，那么照回来这个。可是那个是对，如果对面真的有住人啊，因为记得我有一次在胶囊哥哥家，他的对面是车道的话，你就是必须要用。大部分来说是用这个所谓的乾坤太极图或者是山海镇2种这个所谓的化煞物品。那么一般来说，只是说车道因为它是斜坡，对不对？刚才提到移山倒海，所以如果面对车道的时候要记得斜角，那么对着这个车道的方向就可以达到调整的作用。中观居家煞气不愁没法解啦！麒麟踩八卦可以化解良煞、火煞以及动土煞，而良煞也可以用箫或是双手顶天的弥勒佛来化解。另外，如果居家正对车道，可以用山海阵或乾坤太极图向下斜照，以防止漏财哦。哇塞，这东西真的太多学问了。对，今天3个老师来一次给他讲清楚，对不对？今天连那个袄我们都看到了，有很多新的这个招财物品，我第一次看到。对，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有很多的可以选择，对，然后也可以比较一下。对啊，然后今天终于知道啤酒怎么选，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哪里买，对不对？原来我们台北车站底下的这个地下街就有一个这么好的地下街。太棒了！今天真的感谢我们3位老师，对不对？哇，不分那个门户之见，然后锦囊相授，感谢你们，新年快乐！大家珍惜这一期哦，因为我们明年这3个老师不一定又会在一起了。风水疑难杂症困扰你很久了吗？欢迎你在粉丝团分享相关问题，或是到未来官网报名看风水，我们将会为你改善。